你帮我看看这个银元宝是真的假的啊？我给俺媳妇当传家宝啊，她嫌你是假的。哦，假倒是不至于，因为你这个顶面，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商钉啊，这是比较少见的道光年钉的钉子。啥钉子我也不知道，这我结婚的时候，俺爸妈给我的结婚的陪嫁，在我手里边几十年了，我想到还不是假的。确实不是假的，只不过是恁儿媳妇不懂罢了。一般人啊，像这种银钉确实没见过。该不会是他看你这个钉子发黑，有点像那种铁疙瘩的感觉吧？对于我们来说啊，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宝奖，尤其是钉子上面的字口，这一看都是过去的老钢印。我想到还不是假的，是这个奶奶那时候门道是地主，过去他留个心眼，批斗他放进来了。确实不是假的，过去的地主成分不好，在以前破石臼那会儿啊，你按理说像这些东西都得上缴，既然保存下来了，那确实也不容易。像这种50两的大银锭啊，你搁过去少见，你放到现在更少见。十里八村的话，你想找一个出来，恐怕也没有人有。可能也不见你说的能那么少。我拿这个送你俺儿媳妇，俺儿媳妇说不是银，银的要比这重10斤。比这重10斤，倒是没有这么夸张。过去1斤是16两，50两的银锭是现在的3斤8两。说实话，托在手里边这已经很沉了。它即使是黄金的，就这么大个啊，最多也就10斤呗。很有可能啊，他看着这外边黑，怕你送给他一个假的。外边的黑事还不是我弄上去的。哦，平时我也没管过他。那是嘞。不知道这时间长了咋变成这个样子了。我知道上面的颜色不是你弄上去的，这有点发黑啊，其实是银锭上面的褒奖。这种褒奖啊，它也不是说1年2年内产生的你想想道光年间距今也将近20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正是带一层这样的褒奖啊，你这个50两银锭才能证明啊，它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反正我是在儿媳妇面前解释不清楚，其实他想要一个金手镯戴戴。看能不能给我换一个金手镯吧。太能了呀，一只金手镯才1万多块钱嘛，现在黄金涨价了，以前不涨价的时候更便宜，50两的银锭换金手镯，这都不叫一个事儿。因为啥吧？因为你这个银锭啊比较少见，你像我们常见的银锭啊，大多都是那种光绪年间的居多，道光年间的50两银锭啊，保存下来的比较少，而且你这个字口啊非常好。字口看成绝了，你搁平时啊，我们看了那个字口，大多数都糊住了，而你这个，你看一下，都是全身打，标准的50两商钉，属于字口比较完好类。虽然说这个钉面多少有点流通痕迹，但是这个翅膀啊，也是非常匀称的。翅膀匀称啊，可以为这个钉子加分。钉面褒奖已经入骨，这算是一眼大开门。还有底部它这蜂窝也是非常自然，因为过去它这个银锭啊是属于冷水浇筑，你看它这个还有流银线都还在，整体状态还可以吧。让我看的话，你这个钉子啊，也就是14、15万的东西。14、15万还行我这个钉子传几代人了。像你说的黄金涨价了，这银锭都不带涨价吗？其实金银涨价啊和这个银锭关系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吧？因为你这个银锭它又不是说按银价卖的，你看当前的银价卖的话才区1万多块钱而已，因为你这个品相保存的好啊，所以按古董算的话价格会更高。照你说这吧，我这都管高着俺儿媳妇，这10几万，让他当传家宝放着，让他开心开心。既然那儿媳妇不喜欢这个东西啊，你就不要再勉为其难的给他送回去了。他不是喜欢金手镯吗？你给他买一个大颗重的金手镯，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不一定哪个地方那儿媳妇以后再用着钱了，到时候你可以再给他一点，剩下来留着自己花，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还是你说的对年轻人聪明，这个银锭子都给你吧。呀，行，俺儿媳妇太不懂的事了啊！我就我的嫁妆都给她了啊！她说我这个银元宝是假的。怎么可能是假嘞？我这一上手，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啊！50两的商钉，看着非常漂亮。这我一听你都是个行家他又说又脏又臭咋说都是假的。那儿媳妇应该是嫌弃这个银锭，其实真假完全没啥问题。这上面发黑了呀，这是它的褒奖。这个臭味的话，我更是没有闻到。
倒是你这个字口和品相还挺不错。咱说句不好听嘞，那这儿媳妇儿这是和钱过不去啊？说来说去，都是因为钱。哦，这个银元宝我放到家里，我恐怕谁给我偷跑了。哦，我长塑料布一包，我埋到俺猪圈里头了。哦，放哪都无所谓，只要安全就行。放在猪圈里也很正常，因为你这外面包的有塑料袋，密封的比较严实。如果受潮的话，你这个钉子啊，应该都变成水坑货了。反正这个东西他嫌臭，他又说这个东西跟那年地摊上能卖的都是一样。哦，他说几十块钱都买了，几十块钱的东西不至于，地摊上几十块钱一个的，和你这个材质都不一样。他们那都是白铜做的，几十块钱卖出去，他们还有钱赚，而你这个可是白花花的雪花银啊。他说这个银子反正也不纯。他说都是银子吧。他说也不定钱，也卖不了几个钱。过去的老首饰，它确实是银子不纯，那是有原因的。因为含银量越高啊，它这个熔点也就越高。过去人的工具有限，只要是往银子里边加点铜，它才能更方便加工首饰。而你这50两的银锭含银量，这都是达到99%以上了呀。我这个儿媳妇啊，她太精明了。其实上他想要1万块钱，你给我看看这顶1万块钱不顶？要1万，你给他1万不就行了吗？你拿他不喜欢的东西，除了嫌弃还是嫌弃。你这个儿媳妇也算聪明反被聪明误吧？这银锭你就是卖破烂也能卖个1万多啊。那照你这样能说，我给他1万块钱满足他，剩下几千块钱我留着我花。大爷，你能这样想就对了。我看你这年纪啊又恁大了。鉴于你这个银锭状态又这么好，我也不能欺负你按破烂卖。我给你详细的看一下啊，50两的商定光绪年，它这是属于光绪年的锭子，少说距今也100多年了，字口非常明显，河南丰茂人的银号，就凭这2个钢印这明显，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好锭子。真假为什么说你不用担心？你看这上面打了有很多钱庄都已经帮你鉴定过了，耳朵几乎没有什么磕碰。毕竟啊，这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有流通痕迹也很正常。最后来看一下它的蜂窝，它这个蜂窝啊，就是在铸造的时候留下的气泡，看着比较自然，而且呢，你看还略带一些流银，整个银锭完全没啥问题，包浆又是老味道。你这让我给你估价的话，妥妥的10万块钱没啥问题啊。你也别拿我开心了啊。这当时这是我的嫁妆。都是顶几百块钱。放心吧，大爷没拿你开心。你也说了，几十年前那时候值几百，那时候的几百的购买力可厉害了。再说了，银子这几年也翻了很多倍，最主要啊就是它这个古董属性，毕竟50两的银锭啊本身就很少。那你要照你这个样子说，我多给俺媳妇1万我留8万，我留着我养老用。可被你说着了。年纪大了，手里边就得留点钱，你这是也算是很圆满。要1万给2万，显得你也大方。这个再说你送给他不喜欢的东西了，对不对？他也不喜欢。再说你何必送他不喜欢的东西了？另外啊，这个手里边握了有几万块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吧，一举多得。好，谢谢啊，没事。我敢说，俺这一块传家宝举世无双啊！俺爷10年前就跟我说，这块银元啊，将来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哇塞，你这个银元确实不得了，这个是阎锡山的光复山西的纪念章，好像在历届拍卖会上见过。不对啊，我见了好像是铜的，还真没说你这个是银的呀。100%肯定是银的。我爷在过去是银匠路，专门给人家加工银首饰的。自从跟客户兑换了这块银元之后啊，银匠路生意都不干了。原来这个银元是跟客户换的，怪不得我说这个材质咋是银的。那爷的这个眼光啊还是比较犀利的，这个银元的材质确实是银的。如果这个银元是真的，那确实是举世无双，没有第二枚，因为拍卖会上都没有出现过。银匠路生意不干太可惜了。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自古做生意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跟客户换了这块价值连城的银元之后啊，怕就怕人家再反悔。你这话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既然都答应给你们换了，又怕别人反悔，为了这一块破银元，我感觉不至于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干，太不划算。
哎，划算没什么划算不划算的。本来4年前银匠路生意就不好了，用银元加工银首饰的也越来越少了。干其他生意一样挣钱，只要有活干就行。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银元值钱了，谁也不会傻到拿银元去加工银手镯。你像10年前、20年前用银元加工银手镯，那是在省钱。但是普遍拿的都是袁大头，而你这种银元，估计全国干银匠龙的都没见过。可被你说着了。我也就是因为第一次见，所以耍聪明给客户周旋，直接软磨硬泡，用2000块钱的银首饰才换回来这块银元。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一般拿银元去加工银手镯的10个人里边有9个半不同意置换，他们都只认为他们的银元银子纯。第二个就是怕银匠龙从中作梗，所以都会从加工到做成品都会一直盯着看。所以呢也用2000块钱的代价换回来这块阎锡山的光复山西纪念章，可见也是花了大价钱。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也不会给他换。因为我也提前都做功课了。用手机查询价格。当时好像都值好几万了。那10年前如果值几万，那放到现在都翻多少倍了。我先来说一下这个阎锡山光复山西纪念章，它这个大小重量和我们常见的袁大头一样。先说一下它这个币种，银元由正规造币厂做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流通货币；由各个军阀做出来的是军阀币；由后期通过异乡做出来的异造币；再要么就是纪念章。你这个就属于纪念章，你看这上面写了有。一般纪念章和我们常见的半元大小重量比较接近。章嘛，在过去它在胸前起个装饰的作用。常见的有金银铜3种规格，黄金的比较少见，银的铜的比较多。因为过去是银本位，银制的纪念章数量有限，常见的大多数都是铜的。而阎锡山是山西当时的大军阀，这个人统治山西很多年，而这个纪念章就是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收复山西而铸造的。因为经费有限，所以只做了铜制的，而你这个确实是银的，所以和历史有冲突。当时时间比较有限，那也可能没有太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因为我最近急需这种钱一口价500万，你看能不能给吧？别说500万了，恐怕后边再扣掉3个零也不行，因为你这个银元仅只是银子这么简单，壁面包浆、压力，包括它的边尺各个方面，按银元的标准来看，这哪一块我看都不行。你这神神秘秘的在说些什么嘞？我真是没听懂，你最高能给什么价？因为你这个做工连高仿都称不上，那你也不认识这方面的银元的真假，耍聪明2000块钱换回来。这种就是真银假币，我给不了价钱。目前看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100-200块钱的样子吧。100-200，对，得了吧，好歹也是2000买的呀。我在我手里都放了10年了。这么独一无二的银元，没有几百万，我还真不想买嘞。说实话，压根儿就没发行过这种币种的银元。你别说再放10年，你就是再放10年、20年，它还卖不了几百万。之所以造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那也不懂这个银元造成的。你也还给我吧，还给我。这么少见的银元，竟然你也不识我，我还不卖了嘞。好吧。俺这个姐夫哥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虽然说结的是3婚，他竟然只给我随了一块破银元，我都没有见过这么抠门的人。我看你对银元应该是不懂，这个结婚送银元寓意比较好。况且我看你这个银元状态不错里边是不是有啥误会？我先看看你的银元。一点误会都没有他也就是看我结3次婚不想给我随份子不然不会拿这一块破银元来讽刺我。哇塞，那姐夫哥送你这个湖北龙，这还是 MS64的亚军分这哪是讽刺这分明就是他宠你你像我们常见的银元都是通货状态，而你这个壁面很明显是未流通的品相，底板这带的还都是原光，这你让我看的话，这可比那个现金红包强太多了。一块破银元而已，这怎么可能比给钱强嘞？像这种银元，我家里面到处都是，好像一个才几百块钱吧。几百块钱一个，你买不到这种品相的。现在像那种最便宜的小头都600了，何况是这种龙样了。我看你这是对银元完全不懂，才会闹出如此的误会。一般像结婚随份子至亲之间，无非也就是随个18000的呗。这个64的湖北龙寓意又好。
又比较值钱，你偷着乐这还来不及了呀。我快偷着笑了。你看我上个朋友结婚啊，他们姐夫哥都给买车买房，最次的也是婚宴全包。我的姐夫哥可倒好，就给了一块这个东西。你可不要过分的去攀比，毕竟我们每个人的实力是不一样的，总不能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去影响自己的生活，那就不值当了。毕竟你这都结3次婚了，那姐夫哥对你咋样，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像前2次我结婚，每次都给我拿2万块钱的现金，这一次拿块破银元，竟然还让我媳妇儿保存好。哎呀，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多少有点意见。其实像这种结婚随份子，无论是让谁保存，这都是恁家的钱，对吧？哎，你这个媳妇儿保存着，说明恁媳妇儿更细心，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闹情绪啊。哎，这也不是我闹情绪的重点啊，关键是你没听出来，我更在意的是钱。给我随份子的钱太少了。你说这个随份子这个事儿啊，给多少钱你才会满足的？因为你也不能强求别人给你拿多少钱嘛。毕竟随份子，他这个事完全看心意。再说那姐夫哥送你这个64的湖北龙真不错，你知道能给到 MS 64分，已经在合资比了，已经秒杀其他湖北龙几条街了。虽说湖北龙平时比较常见，但是这种好品相的太少了。玩这种音乐玩的就是物以稀为贵，别人没有我有，别人有我精。说的其实就这种音乐。你这个湖北龙毫不夸张的说，他就是从招币厂出来之后就一直被人给保护起来了，不然不会这么干净。而且这种笔面你看带的就是圆光，这种圆光就说明了一切。无论啥样的湖北龙，最主要就是看它的龙鳞，你可以细看一下它的龙鳞，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磨损。因为湖北龙龙鳞普遍龙鳞都很差，你这个可以说非常完美，拿这个当结婚礼物，寓意着你们的婚姻圆满。我个人看目前价格的话在15000。15000？对，就这一点银子堪比黄金了啊！那是，这价格说出来，别说我不信，恐怕没人会相信这么贵吧？还不如直接给我钱嘞。那不相信，主要是对这个不懂，因为这是咱国内的盒子，如果换成是皮盒，它给到64分的话，那价格都得翻几番。因为音乐这些东西主要是看它的品相，品相越好，价格也就越贵。反正这些都是硬通货，缺钱可以随时变现。那就直接变现换钱吧。正好我这才结婚也缺点钱啊。我这个姐夫哥也是嘞，来回给我瞎折腾，还不如直接给我钱嘞。给钱有时候嫌数，这个不是寓意好吗？考虑到你才结婚，又加上那媳妇儿保存了，对吧？你先不要轻易变现，回去跟那媳妇儿商量一下，或者让那姐夫哥知道了，这多少弄得有点不得劲啊。其他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就这点钱也不算啥事儿我媳妇儿也是支持我变现的。那行，我这个姐夫哥就更不用管了。那行，那我给你先保管7天，有什么变动到时候咱再说。行，好，谢谢你啊。没事。俺那个邻居也实在是太实在了，家传的10块银元竟然给我2万块钱，恐怕你这边都给不了那么高吧？你还真别说，这4块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虽然说都是冤大头，但是这里边有一块原乡共和，4块给2万，那确实不高啊。你的意思还有上升的空间？对。但是我这去今年问过了，他们上称1称，10块银元给我1000多块钱的银子钱。那上称称重量了，那只能说明他看不懂真假。银元现在没有按银价来买卖了，你像银子市面上到处都是，像这种80年前的银元还真不好找。况且你这4块，这都是老包浆老味道了，价格确实是不好估量。我去年家里急用钱的时候卖了一块小头和一块大头，当时人家给的还不到2000块钱。那去年大小头的价格比现在要贵一些，你这2块卖不到2000也属于正常。你这10块大头里边最便宜的是这个3年和这个9年，因为像普通年份的冤大头存世量比较多，而您的这2块是属于壁面包浆不错，这种材是属于100年老材，比通货大头价格好很多。其中这一块3年，你看它属于宽面出租，依我看市场价在1300-1400的样子。我就说我邻居实在，4块给我2万，那这一块都顶5000多了。那是。他说我就是跑遍全世界也卖不上这么高的价钱。你记住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平时如果不懂银元的话，谁也不会轻易的去捡漏。为什么要给你4块2万的价格？完全因为就是在你这个共和身上。这个共和是名副其实的军阀币。你看这和常见的冤大头
虽然说都是袁世凯，但是它长得不一样。首先，袁世凯戴高帽，着重装箱，这是当时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啊，特意发行的纪念币。虽然说这上面印了也有1元的面值，但它并没有流通。和我们常见的这个袁大头从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毕竟银元啊都是物以稀为贵，存世量少，所以它就贵。而你这一块状态还不错，虽然说背面带包浆嘛，但是我个人看的话，能达到 XF 的分值，市场价大概在8、9万左右吧。8万，我的乖乖嘞，这一块竟然比我邻居多出来4倍的价。对，我这越来越看不懂了，不会另外一块也比较贵吧？另外一块是8年大头，比常见的年份贵，但是它不是军阀币，所有军阀币都是纪念币，这并不是正常的流通货币。因为8年袁大头啊，在民国8年的时候，正好赶上第1次世界大战，你包括铸造银元所需要的模具，包括一些工具，它的交接都有所延迟，所以到8年的下半旬才开始铸造。相比其他年份的少，所以贵一些。而你这个8年只能算是一个小版，你看它是3年的背，然后是一个左钩帽，品相好在无伤无错。目前来看的话，一块8年差不多，也就是普通2块通货大头的价钱。我听明白了，相当于这3块袁大头都一般，最贵的还是这个与众不同的呗。对对对。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我邻居也太狡猾了。那狡猾这个形容词用了一点都不为过。主要是他看你不懂，所以才给你4块2万的想法。明面上一块花到5000，你赚了。其实背地里啊，他给你这2万，实质啊一块原乡共和的钱都不够。这种人啊，说实话，他就是办事不太地道了。哎，这幸亏是过来问问你，不然我这就亏大了。我是真没想到，像我们这普通的家里，竟然还有这么值钱的银元，太不可思议了。那是说太多，反正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你不懂。我们普通人家里边有值钱的银元也很正常，因为这些银元啊都是过去祖上留下来的，谁也不知道过去祖上是做啥的，对吧？长保于民，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哎，随便这几块银元里边偶尔多出来1、2个值钱的版，那太正常了。那太谢谢你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那是，这我绝对也不会卖给我邻居，我还是拿回去好好保存嘛。对对对，回去好好的保存嘛，不缺钱不用卖。好。我这有20块老银元，拆老房子拆出来的。你看能不能给我300块钱一块？可以的话，我就全部直接给你。你再是拆老房子拆出来的银元，也不能这么便宜变现。现在300上哪去买银元？我先看看啥的吧。我感觉已经不便宜了。上次卖给那个收破烂的20块，才给我5000块钱。这次他没在家，才过来找你的。5000块钱20块的话，那一块才花到250，那你这个数字也太不吉利了。我看你这都是罐装的大小头之类，这可以说这都是剥锈，个别带厚一点的包浆，品相算通货，这也不止250、300一个了。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当破烂卖了呀，这是。就是当破烂卖的。那个叔说我银元有点脏，买回去之后得先去除牙锈，才能当正常的银元卖。除锈，就你这些背面包浆其实并不厚，可以清洗，也可以不清洗。像剥锈啊，有时候你清洗之后去评级入个盒，可能会给高分。给高分的话，相对可以多卖一点钱。但是你这背面包浆有些并不厚，完全可以不用去除锈，这种原味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大多数不懂银元的，他买着放心，一眼开门啊。反正我对这银元啊也不懂，比人家卖的钱多一点就行。反正也是拆老房子拆出来的，也没什么成本。哎呀，再没成本也不能这样卖啊！以前20多年前，那确实都是按银价买卖的银元，那时候几十块钱一个吧。但是那购买力很强大。现在跟以前正好相反，以前都是拿着银元去加工银手镯，现在收藏需求量大，所以啊，你不能按这个银价来卖了。哎，比现在银子贵就行。我之前都当破烂卖了。第一次到你们正规的店来，能多给50就行。一听你说这话，你这都是啥都不懂。拿银元当破烂卖，只能说你不懂。我都随便给你拿出来，像这种小头，最便宜的这种小头啊，这个是在咱国内所有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就你这个，我没看出来有啥版，品相很一般。你就现在别管我们能卖多少钱，我们现在回收啊，就这样一种小头，一块能给到600。乖乖嘞，最便宜的你能给我到600吗？对，这比我平时卖好几百啊。这看来我之前卖的都亏了呀。那亏的少了还不行，
因为这种小头啊，它是你这一堆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像剩下来这种冤大头，我看大部分这品相还都挺好，也有个别带划伤啊，带戳的。就像这些常见的3、9、10年问大头啊，没板的它是一个价钱，带板又是一个价钱，里边有8年的呀，它又是一个价钱。我初步给你估一下吧，带伤的也就800，不带划伤的是1000，你自己算算，你这剩下这17块能卖多少钱吧？这也不能全怪我，主要是我老公他图省劲儿，托关系，找朋友他爸一个收破烂的给我们回收的。那只能说恁这个朋友太不靠谱了，因为像这些银元，它价格很透明，他们收回去啊，也不是说收藏了，肯定是卖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了。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术业有专攻，卖啥东西啊，你都得找那些专业的人去做。你要卖破烂的，对吧？你卖个纸箱子多少钱一斤都知道，你这银元你这属于乱卖啊。哎，这不算不知道啊，你这一算，我就完全亏大了。那是，看来什么都不懂，还不能乱卖啊，得让他跪戳一板。哎，没事儿，你这才卖别人20块，亏也亏，都亏万把块钱呗。不过我看恁家银元应该是还有很多，你回去之后啊，也好好的分分类。哎，像8年了呀，那些带龙的呀，你都给它挑出来。因为像这种一窝货的银元啊，最值钱的，说实话带板还是可以的。以后千万别再乱卖了。然后呢，我按你刚才说的价，我给你细算一下。中，那谢谢你了，老板，你太实在了。没事。好嘞。没想到俺妈捡个破烂也能发财啊！70岁的人了，简直就是50岁的烟。你给我看，这是正儿八经的真金。你还真别说，你这个银元背面竟然是金黄的褒奖，而且还是一块25年的丰田机器具，这该不会是恁妈捡回来了吧？对，就是我妈前几天给捡回来的。我听人家说捡破烂有捡到金戒指的、金项链的，没想到俺妈竟然捡到一个金古董。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金项链之类的佩戴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掉，而像这种银元掉的几率不大。25年丰田机器具是属于样币，银元啊本身就已经实属罕见了，但是没听说过有黄金的呀。是不是金币？你可以现场看清楚。我都已经去金店称过了，重量是26.85克，非常标准。26.85克，这是标准的银元重量。因为过去库平7002分是26.8克的银子。你看你这个银元大小薄厚，和常见的冤大头一样。如果材质是黄金的话，应该达到1两多才对啊。这个重量基本上就是这样吧。人家金店也是第一次建这种银元，他们员工都稀罕的不得了。再稀罕也没有用啊，开金店的懂银元的那都是少数。就拿你这个银元来说啊，它也并不是说整体泛黄，你看它这个边齿，这一看就明显发黑了。你该不会说这是它的褒奖吧？你还真别说，这就是他的褒奖。说这话的是上海比较有权威的专家。他说我妈捡到这个金币价值不菲。哎呀，你别光听他说价值的事儿，你这个银元真实情况是，如果是真币，它绝对不存在氧化变色之说。如果是银元，这搞了币面泛黄，这就说明它有问题。所以这个真假没有搞清楚，直接说价值啊，那就显得没用了。说其他的也没有用。专家给我鉴定是值3000万。按照他们估的稀有程度，其实我想卖1个亿。3000万1个亿，我看你这价格简直就是疯了。像这种丰田机器具的银元啊，常见的只有24年，25年虽然说是样币，但并未发行过，但也绝不至于说一枚能值几千万。因为银元啊，整体发行过的币种比较多，自古以来就有收藏银元了，一直到现在。每个币种分的比较细，相对啊也都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咱就以24年为例，和你这个品相差不多了，入皮盒能给到分，确实能卖个几十万。关键是你自认为这个是金币，所以我也没有一个价格能给到你参考啊。网上专家估3000万是有根据的。样币一般就是数量有限，用黄金的话，世界上却只有这一枚。有一枚也不至于上亿啊。再说真假也未定，这是基本的常识。和银元大小薄厚一致，重量只有26.8，这就不对了。这个黄金的密度啊，大家都知道啊，不可能和银子一样，最起码比银子重。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氧化。你细看你这个边齿，说实话，我看也不对。按黄金来看有问题，按银元标准也不过关。
归根结底啊，只能说你遇到了这个专家有问题。人家专家能有啥问题啊？人家给我承诺的就是，到地方立马给指标。说的那是我都想去上海买房子嘞。上海的房子可不便宜，你先不要着急往房子上去考虑，当务之急啊，还是先搞清楚真假价值。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专家都乱估价，把假的东西给你估到3000万，他们的目的啊，其实是想忽悠你所谓的鉴定位之类的。你这说实话，你心里边有个底儿。鉴定位也就区的几百块钱，为了能卖上1个亿，那几百块钱就是九牛一毛。那是了，关键是你这东西具体能值多少钱，你现在还不知道。一个几百确实不伤什么大脾气，如果说你多花几个几百，那积累的多了，那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所以说啊，你最好心里边还有个数，多去实体店问问价。问你一个我就够了，1个亿你没实体就算了，银元给我，别耽误我发财。那好吧，不耽误你发财。我已经愁了呀，几天几夜都没睡好觉了。咋嘞？俺男朋友送我一块金锭，昨天去金店一问价，竟然值几百万。你这个金锭确实不一般，上面錾刻了还有字“嘉庆9年御赐诸金”，这如果对的话，确实得几百万。几天几夜不睡觉，你这图了啥？眼血真知，红红紫紫，一下子手里多出来几百万，我竟然不知道该咋花了。你说这不是闹心吗？这有啥好闹心的？金锭没卖掉，这个钱没到手之前，一切都有变数在里边。说实话，像你这种金锭，虽说我是第一次见哈，但是我托在手里边有点轻飘飘的。像这种金锭如果是真的，那男友怎会轻易送给你呢？这哪是轻易送给我嘞？我今年都老大不小了，快40岁了，还没有结婚呢。我这都属于大龄剩女了。那是，确实40岁没结婚算是大龄剩女。一般像你们这个年龄不结婚，主要是择优傲求高，可能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要么就是对生活不想将就。可被你说着了。主要是我要求确实比较高。20岁那会儿啊，必须有车有房有工作。对。30岁啊，有稳定的收入就行。到现在挑了，只要爱我就可以了。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择偶要求也在变化。生活中的棱角，人家都说这个随着时间慢慢的被磨平。主要是像你们这个年龄段，想找个同龄人结婚，这确实挺难的。所以这个要求一再被降低，只要另一半知道疼你不就行了吗？我现在的男朋友知道疼我，我想要一个金手镯，他说戴上不安全，那是，没想到却直接送给我一个古董金锭。原来这个金锭是送给你的。对呀，只要不花1分钱就行了。说实话，要黄金手镯，却豪横的送一根金锭，这事儿我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了，还以为是加倍宠爱你呢。知道原因了，该笑话你了。那戴金手镯了那么多，那人家戴了不都挺好了吗？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安全啊。本来我是想花2块钱买一个金手镯，没想到我对象却给我买了这么大一个惊喜。说半天了，这个金锭是你花2万块钱买的呀？对呀。这惊喜我感觉要变成惊吓。150克整，你说2块钱平时能买啥？能买来吗？2万买150克的黄金，确实想都不敢想。你踏破铁鞋，全世界没这个价。没有这个价就对了，而且还是一个古董黄金。那确实是古董，已经远远超出黄金的价值了。你这男友真是疼你啊！那必须疼我。说实话，这么大的利润，你竟然还当真了？我没见过这种金锭，但是我认为啊，你这个金锭是有问题的。首先，你看上面这印，这有皇帝的头像，像这种啊是没有依据的。从古至今，这个钱币上錾刻皇帝头像的只有四川卢比。再说嘉庆年印这种头像出来，以当时的科技啊，也很难达成。典型的电脑体，你包括上面的字口，这都是电脑体，字体假的很明显。因为过去是银本位，像常见的都是银锭、金锭啊，它这个确实很少见。即使有啊，它们也都有一定的重量。就以你这个为例吧，如果是黄金呢，炸着也得有10两左右了。没有1斤，整整是150克，刚好是3两整。你说的这个10两，不是现在的1斤。过去的1两是30多克，重量必须得达到300多克才对。加上你这个底部，你看一下，这是有很多地方非常明显，这都已经氧化褪色了。所以综合看起来啊，你这就是假的，根本也不是啥黄金。不可能是假的，人家今天都跟我说是古董了，估价都说值几百万了，只可能是假的，不是黄金吗？金店很有可能不认识古董，或者说啊，他们是给你留面子，没有揭穿这个真相。因为这东西啊，我帮你细看了，确实是有问题存在的。
毕竟啊，你这也是花2万块钱买过来了。我希望你还是重视一下，能够及时止损。回去啊，跟你男友好好的把这个事儿说一下，别和那个2万块钱过不去。说实话，2万块钱现在你挣也特别难。好了吧，今天赶给我吧。你这地位我男朋友，我不卖了还不行吗？那好吧。老板，你帮我看看这银元是真的是假的啊？我这收一个破保险柜，里面竟然有78块破银元。破保险柜里边装了银元，这我看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东西啊，确定都是老的，真假完全没啥问题。你看仔细点，我这拆保险柜拆了很多年了啊，之前拆出来过好多银元，结果没有一个是真的。我看得很清楚，你这里边全是传阳冤大头，这都是平时最基础最常见的银元，真假非常容易区分，尤其是这些壁面，你看带包浆的，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那你这78块银元，这一下子可不少值钱啊！咦，坏菜了啊！昨天我拆出来的时候，俺朋友还挑出2块带龙的，他说他上面都是锈，绝对不是真的。这种带铝锈太正常了，因为它这银元里边含了有一层铜，这个铜时间长了，它就容易生铝锈，它只要不生铁锈，它就不是假的。况且带龙的一块最少得比大头贵2倍以上。俺这个朋友烦人啊！他得了便宜还卖乖，平白无故的拿我2块银元，他说他今天晚上还得叫我请他吃饭。朋友之间吃顿饭，谁掏钱都无所谓。带龙的银元给你拿走了，再要过来恐怕都得伤感情了。哎，反正银子也不值钱，那个破保险柜我2000块钱收过来的，相当于这些银元啊都赚了。那你这一次赚大发了，2000块钱的成本，除了一堆废铜烂铁之外，又白得78块老银元，这喝完吃完，妥妥的几十倍的利润啊！没那么高的利润吧？有，银子不是几千块钱一斤吗？这一堆能卖个1-2万？银子价钱确实是接近3000一斤，但是银元自古以来可没有按斤称的。就你这里边的，就这个袁大头为例吧，我现在就随便拿出来一块啊，只要不是8年了，首先来看一下它是否带斑。你这个没有斑，就是普通的年份，因为袁大头带大斑才值钱。我们个人家里边啊都是这种普通斑，它这个没斑啊就是一个普通年份。因为袁大头咋说啊，壁面只要无伤无戳，这很明显不是原光壁，又不是百年酱菜的味道。一般这种大头我们称之为通货，就是搁平时啊比较常见。就这种品相市场价1000一个，78块就是7万8。啥东西啊？7万8？对，你可别逗我了，我这挣钱难的不得了，2000块钱收个破保险柜，一夜就管赚那些吗？那你确确实实赚那么多，我丝毫没有夸大其词的意思。刚才就那个大头，就是在78块银元里边随手拿出来了。你包括23年的这个传阳在内啊，咋说啊？它和这个大头啊，其实是一个档次，因为都是23年嘛，价位是一样的。倒是那朋友挑走的那2块龙呀，比这袁大头这个纯食量就少很多。如果是生龙的话，最常见的错2-3倍的价格；如果是中央龙，龙阳3000克里边，那价格就错很多了。不过具体得值多少钱啊，还得看他拿走的那一块状态。照你这样的说，那我也不能轻易送给他的呀。你不知道啊。俺这个朋友平时跟我抠的不得了。那朋友之间说实话，因为2块银元翻脸确实不值当的。如果关系不太好的话，可以婉转的拿2块袁大头给他换回来。我看你这里边啊，就是缺龙阳。你说的对。直接要是给他要的话，肯定不会给我。那是。晚上请他吃饭的时候，到时候我再给他换回来。对，给他换回来就行了。毕竟一块也都几千块钱了。但是像这种捡大漏的机会啊，一辈子可能也都遇到1次2次。如果是假的呀，你随便挑随便捡，不伤啥大笔记。你看这银元，你看这咋处理呀？这能那吧？我要这些银元其实也没啥用啊。我都留2块，好，剩下来的就给你留着得了。那行，这2块你也拿着，等一会儿呢，剩下来我给你再挑条板。走，回来我叫俺朋友呢要过来之后，带过来找你。行。我这有家传的4块老银元，没想到这放了80年了，竟然老银匠有个老银匠说这都是假的，你看他是不是忽悠我的啊？放了80年的老银元是假的，很有可能遇到了老假。来，我看看啥来。过去不可能有假货啊，而且一个一个的我都能吹响他4块银元给我800块钱，这不是搞笑吗？嫌扯淡，我看。
这能吹响，它不一定就是真音源啊，只要操作正确，这音源都能吹响。但是我看你这4块音源大部分都是老家，给你800嘞，应该是这块9年，你看它明显和这3块包浆不一样。它再是不一样，这4块音源一下子只给我800，哦，这不是割我的韭菜吗？啊，好歹里面有一块带龙呀。确实，你这里边有一块带龙的，而且还是一块四川龙，整体品相还算不错。只可惜啊，这种连银子都不是。另外2块冤大头，你也可以细看一下，这压力都不行。倒是你这个9年也很可惜啊，这脸上有一块小戳记。哎，老板，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啊，像你说的这老假到底是什么意思？过去怎么可能有假货呢？那过去有假币，这属于正常。像这种老假，大多数都是当时军阀做出来的。因为民国那时候军阀割据，军阀占领造币厂之后，都会用白铜之类的来代替银子发行银元。因为做出来的颜色，它这个和银元差不多，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就当钱给花掉了。所以你这些老假就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这暂且就当你说的是对。但是我这4块音源啊，在家里都能吹得响。我感觉不可能是假的呀。你的感觉是错误嘞，因为你本身就不懂音源啊。说实话，你只要这个音源它只要带编织，这2个手指啊，只要夹得轻，使劲一吹都能吹响。但是能吹响不一定就是真的啊。过去人吹响听的就是它的含银量，因为银的声响和白铜的声响，它们的回音区别很大。那就当我什么都不懂吧。那既然是假的，我很好奇啊。那为什么4块音源给我800呢？你这句话可算问到点子上了。既然人家给你800块钱，就说明你这4块里边有真的。这个9年，我刚才就说了，你看和它另外3块包浆都不一样。这种音源它这个包浆可谓是一眼开门的，唯一有遗憾的就是脸上带来一个小前戳。这包浆说实话带彩，说实话是真漂亮。我不细看啊，还真不知道。这一细看，你这个说实话不得了。你看，它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音源，双耳。这个双耳啊是属于复打耳来，一般复打都是整体复打，而你这个比较有特点，只有耳朵这里边复打，这可谓是万里挑一，太少见了。另外呢，它还是一个大肩章，这要是没有一个戳记的话，我觉得就你这块音源，它卖个几万都没啥问题。你别给我开玩笑啊！没有开玩笑。人家音源4块，只给我800，对，你这一块，都给我几万，对，你可别闹着玩啊！我没给你开任何玩笑，我不相信的。你不相信？如果这个双耳大肩章的话，带个微戳，它就是1200的音源，但是你这个双耳大肩章与众不同，所以啊，也有它的市场价。现在我给你估的话，也就1万左右吧。那这价钱，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对。不找你鉴定，也不会发现这么大的蹊跷。那反正有点。哎，老板，你看看我另外3块能给我多少钱？这3块，给我几万。说实话，你这如果是真币也很难上万。里边就这一个穿窿，说实话稍微贵一点。音源必须得是银的，你可以细听一下他们3个的声音啊，你听一下，你听听，这材质，这都是白铜的。说实话，你这上面啊，确实也有老包浆了，可见啊，这3块音源在你手里边啊，也放了有不止10年8年了。确实啊，有100多年了，老东西了。即使他们不是银的，那应该多少值点钱吧？那确实值不了任何钱。虽然说你这些都是老假，但是你放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收藏价值，最主要是没人玩。它不像这种老音源，它的存世量越来越少，你买回去其实不想要了，对吧？还能转给下一个喜欢的人，有时候赶上涨价还能挣不少钱嘞。那这样吧，老板，算了，我总感觉，你说的也不一定对。万一这4块音源要值个100多万了呢，对不对？那行吧，那音源还是你的，那我就祝你卖100万吧，给还拿回去吧。我这有个祖传的银盘子，你看能不能卖5万？给不了5万，4万也行，3万也中。我发现你这个人真逗啊！这卖东西就像坐滑滑梯，一下子从5万吐露到3万，这是啥银牌子能上万？古董啊，还是买大清朝的古董。据我朋友说是从皇宫里边弄来的东西。你看雕刻的非常精美。精美与否我倒没看出来，这种盘子个头并不大，
甚至你看有些地方这都已经掉色了。一般皇宫里出来的东西比较有考究啊，最起码它的做工应该是精致的。说实话，我看你这个粗糙，这是不是银子都难说。老板，你这个必须好好的看看啊！这个盘子是我朋友的他准备抵押给我的，借着1万块钱。说实话，1万块钱并不多。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好的话，完全没必要拿这个抵押物来抵押。更何况你啥都不懂，你要他干啥？说实话吧，我这个人喜欢赚点钱。这个朋友呢，他家过去是个地主。他借1万，我给他8000。我听出来了，你就是相当于兔子吃窝边草，趁朋友急用钱，想趁机赚一笔。但是我觉得你这种行为不妥啊！别人急用钱的时候，肯定是遇到啥事了，借1万只拿走8000，这相当于稳赚不赔啊！那你形容的那么损，有钱不挣才傻瓜嘞。我今天拍几个照片，叫济南的一个专家给我报了个价，报了4万，你看值不值？我听出来了，你这不是想挣2000那么简单，我感觉啊，你这是想挣他4万。关键是你没有金刚钻，你也揽不了瓷器活，因为你啥都不懂啊。我不懂没关系啊，关键是我留了有一手啊。钱还没借给他嘞。反正他也还不上，这东西早晚是我的。钱没借给他就行。我觉得你这耍聪明完全是过头了。明知道那朋友将来还不上你钱，你都不应该借他钱。要他这个银盘子，万一是假嘞，或者是不值钱，你这不是亏了吗？亏啥？济南专家已经鉴定过了。你能超过1万手，我都赚了。因为我留了有一手。还真别说，你留一手确实保险。济南的专家给你报4万，我觉得他应该是忽悠你了。你这个盘子是不是公的出来的不知道，但是我看它并不是像银的。银的呀，它放这么多年的话，它砸出得有包浆啊。但是我看你这明显没有，从有些掉皮儿的地方，你看来看这盘子的话啊，你看一下，它这里边明显发黑，看起来这外边应该是点镀一层漆之类的。还是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你听听这声音，这声音我不知道你听出来没有，这可不是银子的声音啊！暂且它不管是不是银子，就看你这个做工太粗糙了，尤其是这俩青蛙，你看一下焊接的这痕迹很明显。咱都退1万步来讲，像这种东西，它即使是银的，一没有落款，二没有工艺，你别说卖4万，你就是卖1万也没人要。加上你又不懂，我建议你啊，你还是别要。可网上专家给我估的4万啊，你这不建议我要，到底几个意思？你叫我咋弄啊？这你咋弄？说实话，我替你做不了主啊。网上专家给你报4万，那都是他们的套路，有套路知道吧？这真假的都没搞懂，实物我也没见过。你上来给他拍几张图片，这上来都给你报几万，这都是忽悠你这种小白了呀。目的说实话，他们的套路就是想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你这个最好是了解一下这个网上专家的套路。鉴定费好像也不贵，他说就交2000块钱，保证能给我找个4万的买家。我觉着还管事儿。那你试试，那你就试试。那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反正你是卖东西了，这东西没卖出去，你先给别人钱，后续能不能卖掉，这可是个未知数了。我感觉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非常好，留一手。我感觉你最好还是留一手，考虑清楚为好，别回来你1万块钱给他买回来了。对吧？你再到济南了，他再不给你钱，是不是4万没到手？你那1万块钱没了，你这可亏大了。你说的可对啊，我绝对留一手，你卖不掉绝对不给他钱。对，谢谢你啊，老板。没事，你还拿回去吧。好，谢谢你。没事。老板，今天你得给我做主啊。咋了？我快换50年的银元了这一切就变成假的了。大爷你也别着急，我看你这4块银元。这包浆完全没问题啊，这都是1眼开门的状态啊，这假从何而来？俺媳妇说嘞，浆又黑，又脏，又臭，又难看，都是假的。这上面的东西可不是我抹上去的。我知道不是你抹上去的，这种发黑发绿的呀，是银元本身自带的包浆，这种是属于1眼开门。恁儿媳妇应该是看不懂真假。至于臭味我倒是没闻到，应该是恁儿媳妇有洁癖。既然她不喜欢，那你就自己留着呗。你不知道，我一个农村老婆子家手里也没钱。赶上俺儿媳妇，我生个大胖孙子，我把这40多年的嫁妆，拿过来给他。那你这是出于一片好意啊！说实话，你这嫁妆银元放了快50年了，中间一直没舍得卖，这已经很难得了。按理说，这个时候传给那儿媳妇应该是好事啊。好事是好事，主要是遭到俺儿媳妇的嫌弃，我觉得是主要的原因，感觉太便宜了。
说给这4块银元，还不如拿1000块钱嘞。那他这样说的话，那只能怪他没眼光。咱说句不好听的呀，就你这4块银元，这随便拿出来一块，这也不止1000了吧？何况你这里边，你看还有一块大清宣三嘞，他嫌弃也好，你正好把他们变现，留点钱放你手里边不好吗？你说这话我有点迷瞪不过来。10几年前我当着俺媳妇的面找人问我价，1块才给100多。怪不得那儿媳妇嫌弃你这4块银元，你这当着他的面你问了才1块才100多，对吧？你现在给他肯定嫌弃的不得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啊，10几年前的价格毕竟是以前，现在啊这个银元早就今非昔比了。今非昔比又怎么样？搁40多年前，这可是1块钱换回来的。现在能卖1000万块钱，我能自主啊！大爷，你这想法确实挺单纯的。40年前1块钱的购买力，很厉害。你这1000多块钱，现在可买不到啥银元。就说你这里边的便宜的大头吧，你看这3块还都带板，2块9年，你细看一下。第2个麦芒都是碧芒，这个呢就是9年的金发，虽说它的发丝一般吧。但是好歹也是带板的。另外一块这个大头你可能看不出来，它这个和普通的大头不一样，原相长得稍微有点胖。你包括背面的字口、夹颌，这一看就是甘薯板。这笔面看上去泛黄，这足以说明啊它的含银量略低。因为这个甘薯板啊以前在西北流通，整体品相还不错吧。这3块差不多4000块钱的样子吧。乖乖嘞，3块4000，这价钱不是哄我开心的吧？没有，这咋还卖那么高嘞？我不相信。这有啥不相信的呀？给你估了就是现在的市场价，没有任何哄你的意思。咱不能为了哄你开心，咱都乱报价。因为你这几块嫁妆银啊，状态确实不错，现在拿出来正是时候。最贵的其实就是这一块大清宣三的龙阳。你这个大清宣三啊，好就好在你看它笔面无伤无戳，虽然说这个包浆发黑。但是整体没任何毛病，尤其是龙面这一块，你细看一下，花枝高展，龙鳞也没有什么磨损，而且两面字口这都是全身打。就冲你这个状态，没有一个7000往上，你现在还买不来啊？这个7000的话，另外加这3个，那都卖1万多了。对，这价钱要告诉俺儿媳妇，她开心的不得了啊。那你告诉她，如果她不懂，她听不进去，估计还照样嫌弃。毕竟才生完孩子。再加上啊，他有洁癖，我觉得啊，像这种黑不溜秋的，你就别给他拿过去了，倒不如直接变现。按他说的，给他拿1000块钱，实在不行，你再给他多加1000，给他拿2000，让他开心一点，你这不是皆大欢喜吗？你说的对啊！我一个农村老婆子要他干啥？还是给俺儿媳妇留着换钱吧？你可别笑话我笑话你干啥嘞？本身啊，老一辈留下来的这银元啊，说实话，给你当嫁妆，就是让你在遇到事儿的时候用的。正好今天也借你个燃眉之急，一举两得，这不挺好了吗？你要这么说，我都心满意足了。好，谢谢你。没事。俺老丈人家的羊圈塌了，没想到我替他修一下，挖出来5000枚古钱币，这一下挣了5000万。一枚能卖1万的古钱币太少了，不过你这5000枚的数量还是挺喜欢这的。来，我看看啥的。你小心点，特别沉，因为放的时间比较长了。我在家里面都给他们清洗干净了，一个个的品相都特别好。哇塞，我看你这数量确实是不少，只可惜这都是送钱啊，品相确实挺好的，这看着不像是从原件里边挖出来的。这是我亲自去挖的，这还能有假吗？你不知道啊，刚挖出来的时候上面全是绿布子绿锈，我一个一个的打磨干净了。一个一个的打理，那你确实挺用心的。一般像你这些送钱啊，你细看它磨损的比较厉害，大多数品相都不是太清晰，里边这连一个清钱都没有。你这一个想卖1万太难了，这清一色的送钱，该不会是你买别人的吧？咋可能是我买别人的呢？我老丈人他爹在70几年的时候在锅炉厂上班，那个时候赶上没啥工作他就把这5000个古钱币塞地底下了。原来是这回事，怪不得我说修个羊圈咋可能挖出来那么多铜钱？原来是老一辈故意留下来的。这个过去的锅炉厂我知道，他们炼铜大多数都是用这种铜钱，从收破烂上来攒一些废铜，要么就是这种铜钱。在破四旧那会儿大多数这都炼铜了。
过去的人太傻了，拿这么贵重的古钱币炼铜，太糟践东西了。现在估计十里八村的呀，不一定找出来一个。十里八村找不出来一个，没你说的那夸张。像这种宋钱啊，存世量还是很大的。这相当于过去啊，我们花了1分、2分、5分的分币，因为它不流通了，你搁平时确实很难见。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说实话，这满大街都是。个人家里边虽说难找，但是像我们专业店里边的，你要啥的都有。你说的对啊，就因为你们专业，所以啊，北京的专家啊，一定帮忙扣过价了，1万块钱一个。如果说你能要啊，就给你留下。1万一个的价格实在是太夸张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不是通过手机请教了专家？对呀，就是网上找的专家，他们也很专业啊。专业能给你估到1万一个，这说出去的话，恐怕让人笑掉大牙。首先，你这些铜钱啊，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这个宋朝距今已经上千年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些宋钱，最低使用也得几百年了。因为过去历朝历代，像这种铜钱啊，都穿成串，拿到街上都是当钱在用。因为过去啊是用那个绳从中间穿起来了，你现在看起来有很多这个穿孔都很磨了，都不成样子了。我刚才为什么说它不值钱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这个量太大，品相呢整体都不好。这个铜钱你看很多字口这都模糊不清晰了，有的甚至开裂变形。况且啊，现在高手上钱币种类那么多，对吧？但是它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我看你这品相算是通货，1万块钱把后边4个零扣掉，一个也就1块多钱而已。啥？一个1块多钱？对。我听半天没听错吧？没听错。专家人家给1万一个，你给1块多一个，对。这价格啊，说从天堂一下掉到18层地狱了。你这个形容词形容的非常好，别说从1万报到1块多惊讶，你放我身上也一样。你去卖个东西，本来值1万嘞，最多给你1块多，是我也不敢相信。这只能说明网上专家报了价有问题。1万一个，5000就是5000万，天上不可能掉这么大的馅饼。我看专家都想给我开玩笑啊，还约我把钱币都给他们带过去，说几千万的现金一定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看你也是年轻人，学习能力应该是不差。你这些铜钱啊，具体能值多少钱？建议你啊，挨家挨户去问问行情。网上专家的报价，我对他们不做评价了。你有时间多上网了解一下这方面估高价的骗局。多学习是对的反正啊，你们2个之间啊，有一个人说的是对的，无所谓，这些东西啊都是我老丈人家里面的。哎，好，谢谢你啊，没事，拿回去，不用客气。把这个搞清楚，无论是几千也好，几千万也好，学习搞清楚，对你没啥坏处。那是，有掉了，那还有我一个嘞。没事，我给你拿起来。好。俺婆婆收破烂收了50块银元，按3斤白铜价150收嘞。你看看是真是假吧？我看你这50块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按3斤白铜价收过来，确实是捡大漏啊。我婆婆也不懂真假，是2个10几岁的年轻人卖的，差点被我们的同行收破烂老板5000块钱买走。那你5000块钱幸亏是没卖啊。说句不好听的，这50块银元3斤重量。你就是按银价卖，对吧？卖破烂也得几千块钱啊！更何况我看你这都是冤大头给传扬，这个各个品相这都是无伤无错。那应该是卖银元的那俩年轻人不懂啊。他们说好像是在垃圾桶里面捡的，也没太当回事就直接卖了，去网吧上网去了。这些银元垃圾桶的捡的不太可能。如果是个人家里边祖传的啊，不会当这个垃圾给扔掉。如果是个人半路买的，基本上也都会放得很严实。不讨论银元来源了。昨天我去那个金店问了问价钱，老板却给了我白金的价钱。开出白金价绝对是不可能的呀。一般像这种银元，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你无论到任何时候，因为银子没有白金稀少，它绝对不可能和白金相提并论。你先不要激动，今天老板是这样算的，1克银元是26.8克，对，这银子是10块钱一克，而白金是268一克。那今天老板的如意算盘打来确实挺好，这无论怎么算，他都赚你大便宜啊！白金分铂金和8金，现在大盘价确实1克也就200多点，而银元没有按克算的呀。如果按克算，那就真是当破烂卖来了。我也感觉挺划算的，比我们那个收破烂老板给5000块钱高多了。我不想错过白金这个橄榄枝。那和5000比着，白金橄榄枝肯定是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银元在过去啊，它固定就发行了那么多，越来越少。而现在的银子，我给你一吨，
估计你一个老银元也做不出来。我也这样想嘞，能带上美美的白金首饰，还能赚钱，那不是一举两得吗？一举两得还真谈不上。我来告诉你其中的缘由啊，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80%多，银价才5块几。你看租银来算，一颗才4块多的成本，给你按10块钱一颗，他收回去啊，肯定是要赔钱的呀。这说明人家老板实在啊，可能我银元比较多吧。你这个越多算到底啊越赔钱，干生意哪有赔钱的呀？所以银元不能按颗来算，银元都是看品相和状态来谈价的。首先你这里边50块银元，这都是常见的年份，袁大头3、9、10和传阳23年，他们这几个年份都一样啊。虽说年份没有稀少了，但是笔面还可以吧。基本上你看这都是无伤无错的，而且还没有锈，而且通通都不带斑。带斑啊，有时候也能卖个好价钱，一块给你按1000来算，这50万基本上就5万块钱了。5万？对，我勒个娘哎！你这估价估的可以啊，这比换成白金强太多了呀。对啊，这个价格大多数不比不知道，一比有时候确实吓一跳。你换来换去啊，它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结果，你得找对这个专业的人才能问出来一个好价钱。你直接变现，对吧？你再去买那个白金首饰，钱花不完，又有首饰带，这样算的话，这样才能是一举两得。按你说的办，我直接替我婆婆做主了，我得好好的买白金首饰犒劳一下自己。我劝你暂时也不要着急变现，因为这50块银元啊，你看，毕竟150块钱收回来了，有没有可能是那俩年轻的孩子，他私自拿家里边的东西？我建议啊，你还是把这个东西给那婆婆，让她回去，让她问问清楚，别日后啊给自己找了不必要的麻烦。你知道现在收东西不能乱收啊。你看你这老板事咋那么多哎？你银元还是还我吧。烦人。好，没事，我这完全是为你好，给你回去啊，你好好的想想吧。来，给收拾收拾。我放给我吧。我没想到今年运气这么好啊！溥仪皇帝的腰定被我给揭露了，我这普通人就直接一步登天了。溥仪皇帝的腰定，这上面并没有任何落款啊，器型重量倒是接近5两的腰定，这东西是哪来的？这是我朋友他家里传下来的。他这前几年欠了我10万块钱。把这个拿出来，相当于给我抵账了，正儿八经的溥仪腰定。10万抵过来了腰定。恕我直言啊，我看你这个倒像新的，钉子确实是银子。如果是家传下来的话，它外边应该有包浆才对。溥仪是清代的皇帝啊，那时候的腰定并没有这么长，也没有这么薄。这10万块钱，这哪有漏尖？漏大了，我跟你说，我都找专家看过了。因为它没落款，比较特殊，最低200万起步吧。我准备买房买车养老了。这想法确实挺逗的，买房买车养老都给整出来了。这如果真能买200万的话，我能给你找来很多。银子成本它也不贵，才几块钱一颗。这还真不是银呢。专家说有可能是白金。这世界上就这一个，你想想，皇帝用的怎么可能是银呢？专家的话，你还真未必都要信。清朝那时候啊，凭借当时的技术，还真提炼不出来白金。再说白金也不长这样啊，颜色也并没有这么白。比重的话和黄金一样重，这托起来200克一大管。如果这个东西真是溥仪皇帝的，你想想几百万的东西，他咋管会10万块钱抵给你嘞？你不可能，你也不太了解我朋友这个人嘛。典型的败家子一个。我跟你说，因为他太爷爷小时候是溥仪的跟班嘞，所以才有这个东西。我发现你这个人啊，非常好忽悠，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这都没自己的主见，显得有点幼稚。你想想，能单凭对不对？专家说值200万，他都能200万吗？我也感觉事儿有蹊跷。我找的专家，给他800块钱的鉴定费之后，他问我想不想买400万，帮我介绍更高级的专家，鉴定费在1600。你看看，你找了这专家原形毕露了吧？其实他们的目的啊，根本不在乎你的东西能卖多少，关键是要你的鉴定费。给1600能卖400万，给3.2岂不是能卖800万了？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来问问你，看看到底值多少哎？你这幸亏是损失了800块钱的鉴定费，这都是小钱。你按照专家的套路啊，他是希望你能带着东西去找他们。你想想，你去某一个地方，来回路费、住宿、1日3餐，这都得花不少钱。而且他们是摸准了你想买200万的心理，趁机啊给你推荐更高级的专家。光鉴定费这一项你都得花好多钱。而你想想，200万马上就要到手了，所以他才会给你提出各种费用，把你的钱包给掏空。最后你这个药锭肯定也给你卖不掉，因为你这个药锭本身不值钱。第一，年份并不老，过去的药锭啊都有落款，比如说溥仪那时候发行了，打了有宣统年，对吧？或者是引号的名字。第二，这并不像你说的是什么白金，因为那时候清朝的科技它达不到，这是其一。其二呢，像我说的比重也达不到，所以你这个药锭啊很明显就是银的而已。200克一大管，市场价也就1000多块钱吧。才1000多块钱？对。你这价钱是怎么估的？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我给你开啥玩笑啊？我也不是随便开玩笑的人，因为我看着你这药锭很新，并不老。如果是老的话，像5两的药锭啊，好歹也得值个大几千块钱，所以你这个就是单纯的一个银价而已，1000多块钱的样子。那听你这么一说的话，那我朋友和网上的专家都忽悠我了呀，这。对呀。我这发财梦，那这不是相当于还没做就行了吗？对啊，你这是如梦初醒，这结果对你来说未必就是坏事。我建议你啊，把东西还给那朋友，10万块钱的账，他也不是小数目，拿这个抵账明显亏大了。网上专家的那个800块钱的鉴定费，你都当吃一堑长一智了。还是有点失落啊。对，这事整的，你看，都怪我异想天开了。没事，哪有？谢谢你啊，没事。